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，叫做点插法。好，什么叫点插法呢？我们先不管，我们先看这道题啊，由题入手。这道题啊，已知特别简略 ，x 方比2加上 y 方等于1。第一个问啊，已知就给了一个方程。第一个问，求斜率为2的一组平行弦的终点轨迹。那么这个方程 x 方下边的数大，焦点在 x 轴，所以我立即就根据已知条件画出椭圆。左焦点是 F1， 右焦点是 F2。我们看一下需要不啊？不需要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画，使得这个图啊比较清楚简洁。斜率为2的一组平行弦，大概用不上焦点，所以我们就不再标焦点了啊。什么叫斜率为2的一组平行弦呢？我做了一条直线，确保它斜率等于2。当这一条直线保持斜率等于2不变，平移保持它的斜率倾斜程度不变，平移扫过椭圆的时候，就被椭圆截得刷无数段线。那么，这就是其中任意的一段弦，它的斜率就是2，保持倾斜程度不变，斜率等于2，扫过椭圆的时候，就被椭圆截得无数段弦，它是无数段弦当中任意的那段 P1， 然后这个是 P2。它的坐标是 x1y1， 它的坐标是 x2y2。无数段弦显然有无数个终点。好，同学们看我这个手指，每个手指是一段弦，无数段弦，无数个终点。这些点点的集合，这些点挨在一块儿，它就构成了一条曲线。那么它求的就是弦的终点的轨迹方程。所以 P1、P2 的终点大概在这个位置吧，我把它叫做点 M。记住一句话，求谁设谁。求终点的轨迹方程，我就设终点的坐标。然后呢，我只要求出这对 x、y 所满足的方程，它就代表了所有的那些弦的所有的终点所满足的方程。就是终点的轨迹方程。好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方程，就这一个已知。那我就想起老师说的话，老师说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式子表达出来。我能做什么做什么，而不是说我一看就有10种大号符稿，因为题一难了，你不见得马上看到就会有想法。所以呢，你要尝试着去做，那就抓住几何特征。在这道题当中，它的题眼，我们把突出的几何特征叫做题眼，它就是终点。那么提到终点，我不是说看到它了，标记了它是终点就完了，而是一定要表达出来。因为解析几何，它是用式子通过计算得到相应的结论，所以既然它是终点，根据终点的坐标公式，终点就等于两个端点的横坐标相加除以2，终点的纵坐标呢就等于y1加 y2。显然呢，我要求这对 xy 的方程，我没有别的，我只有这个，可是它和终点现在还没有关系。当我表达完了之后，我就发现我终点的横坐标和两个端点的横坐标有关，我终点的纵坐标和两个端点的纵坐标有关，而且竟然出现了 x1 加 x2，y1 加 y2。那么只要在一个式子当中出现了 x1 加 x2， 我就可以把 2x 带进去；出现了 y1 加 y2， 我就可以把 2y 带进去。好，那我上哪里去找呢？我再接着看，我说抓几何特征，终点是最突出的。
那么点 P1 和点 P2 它是在椭圆上啊，这也是几何特征。所以在椭圆上你要把它表达出来，不表达出来谁知道它在椭圆上呢？我先把椭圆的方程变化一下，去分母 x 方加上2y 方等于2。既然点 P 在椭圆上，点 P 的坐标满足椭圆的方程，所以 x1 的平方加上2y1 的平方是等于2的。同样道理 x2 的平方加上2y2 的平方也是等于2的。我带进来之后呢，因为我现在迫切的需要找到 x1 加 x2，y1 加 y2， 我发现呢它都是2次的方程，所以我就决定让两个方程一相减，它就平方差。x1 方减 x2 方就是 x1 加 x2 乘以 x1 减 x2 加上2倍的 y1 方减 y2 方，我们就分解成 y1 加 y2 乘以 y1 减 y2 等于0。x1 加 x2 它就是 2x， 赶紧带进来，等于把它移过去，负2倍的 y1 加 y2 就是 2y 带进来，然后是 y1 减 y2， 我们约掉一个2啊，让式子变得简洁。我算到这儿呢，我并没有把终点的轨迹方程求出来，因为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啊 ，x1 减 x2，y1 减 y2， 我就回头去读题啊，经常回去读题，想老师说的话。我回去一读题，哦，还有一个斜率呀，斜率我还没用。这一条直线上有2个点，斜率不恰好是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吗？所以我就左右两边同时除以 x1 减 x2，x 就等于负 2y 靠边待着。y1 减 y2 除以 x1 减 x2， 反正它是可以乘到分子上的，所以呢 x1 减 x2 单单写在它的分母下面没有问题。它是谁呢？它就是斜率，所以把斜率的值带进来，于是我得到 x 等于负 4y， 所以 x 加上 4y 等于0。原来刷刷刷被接的无数段线，无数个终点，这些终点汇聚到一块儿，形成了一条直线啊，这就是终点的轨迹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老师是怎么打开局面的？就是抓住几何特征，把它表达出来，啊，把它们都表达出来。表达完了，我要找它的方程，需要它出现。找它的方程需要它出现，哎，你就发现2次的一相减就出现了。那我不需要的怎么办？不需要的我回去一读题，发现还有一个斜率。所以敢于尝试啊，按照老师说的话去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是第一题，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二题。第二个问呢，他说过点 A 啊，和刚才的条件不一样了，我需要重新画一个图，重新画一个吧。我需要重新画一个图。椭圆依然是刚才的椭圆，焦点在 x 轴的。那么第二个问它是点一，很显然这是长轴左端点的坐标 ，a 方等于2，a 是等于根号2，它是负的根号2逗0，这是右端点右顶点的坐标是根号2逗0，那么2比它大啊。短轴呢 ，b 方等于1，b 就等于1，这个点是短轴的上顶点是0逗1，它是下顶点0逗负1。那么点 A 的坐标比它大啊，和它纵坐标是一样的，所以点 A 呢，它显然在椭圆外啊。我这是直接看图，你也可以把点 A 的坐标带到椭圆方程当中，满足等于它在椭圆上。满足大于就在椭圆外，我一看2的平方是4，肯定大于了。
什么叫做割线呢？经过点 A， 我能做无数条直线，我先随便的做一条，那么可以做无数条，也就是我绕着点 A， 把刚才做的这条直线唰绕着点 A 一转，那么当它绕着点 A 一转的时候，无数条直线从点 A 发出的直线和椭圆相交，接得无数段线，无数段线又有无数个终点，这些终点的轨迹方程。所以我们当然要找无数条直线当中任意的这条，它呢就是 P1 和椭圆的另一个交点就是 P2。什么叫割线呢？从点 A 发出的直线和椭圆相交了，把椭圆分割成了两部分，那么这条直线就叫做椭圆的割线。和椭圆相交的直线把椭圆分成了两个部分，它就叫做割线。那么还像原来一样，点 P 的坐标设为 x1y1， 点 P2 的坐标设为x2y2。你不是让我求终点吗？我是经过点 A 有无数条直线，它是无数条直线当中任意的一条，这是无数个终点当中任意的一个，它的坐标是 x 逗 y。接下来我要求它的方程我没有别的，我只有一个椭圆的方程，怎么办？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式子表达出来。你是什么点？终点。好，终点的坐标就等于2/2两个端点的坐标的和，终点的纵坐标就等于2/2两个端点的坐标的和。我要求这对 xy 的方程，那么我只需要，这是 2x 等于 x1 加 x2，2y 等于 y1 加 y2， 只要在一个方程当中出现了 x1 加 x2， 出现了 y1 加 y2， 我就可以把我的 2x 和 2y 带到相应的方程当中。那么还是像上一个题一样，因为有上一个题做先例了嘛，我们就有经验了。点 P1 在椭圆上不能光看到它在椭圆上，而要表达出来点的坐标满足椭圆的方程。点 P2 在椭圆上，点的坐标满足椭圆的方程。怎么才能在一个方程当中出现 x1 加 x2，y1 加 y2 呢？因为你们都是2次的方程，让两个方程一相减，就出现平方差，所以 x1 加 x2 就换成 2x 了。它先放在这儿，别动。等于负2倍，那它就换成 2y 了，它先别动。所以呢，2约掉了。x 我要把它除过去，等于负2y倍的 y1 减 y2 除以它。方程这个第一道题呢，第一个问，题中给了我斜率的值，可是第二个问它并没有给我斜率的值，但是这个式子我也要把它换掉。我又详细的观察了一下，我发现这条直线上除了 P1 和 P2 之外，还有两个点，点 A 和点 M。那么这条直线的斜率既可以用 P1 和 P2 的纵坐标的差除以横坐标的差来表示，当然它也可以启用点 A 和点 M， 用这样的两个点纵坐标之差 y 减1除以横坐标之差来表示。它是同一条直线的斜率，所以我就把它变成这个样子。xy 正是我需要的，1和2是常数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把负2y 落下来，前面等于 x， 它是乘到分子上的，去分母 x 倍的 x 减2就等于负2y 方加上2y， 它呢是 x 方减去 2x 加 2y 方减 2y 等于0。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再配方啊？
得到它是一个新的椭圆。为什么说新的椭圆呢？因为 x 方和 y 方的系数不相同。我们在学圆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吧 ？x 方和 y 方的系数不一定非得是1，但是要相同。有 x 的一次项 y 的一次项，没有 x 乘以 y 的这种项。但是现在它俩方向不相同，它应该还是一个椭圆，我们就不用再往下算了，做到这儿就可以了。这个方程就是经过点 A 做了无数条直线，它们都跟椭圆相交，结得了无数段线，无数段线的终点的轨迹方程就是这个。好。老师呢，到现在已经讲了2个题了体会什么叫点差呢？点差，点在椭圆上带到方程当中相减，这不就是做差吗？所以它叫点差法。我为什么要做差啊？因为我特别想那个方程，一个方程当中出现 x1 加 x2 出现 y1 加 y2， 出现它要咋样啊？因为终点的坐标和它有关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咀嚼一下点差法，点在椭圆上带到方程做差，目的是出现 x1 加 x2 y1 加 y2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终点和它有关，终点的坐标和它有关所以我才这样做的。你看点差法，现在大家知道了吧？啥叫点差法？它解决什么呀？它解决与弦的终点有关的问题只有终点才会出现这个，然后才做差，把它们带进去。好，我讲了2个问，那第3个问呢，给大家一点点时间，大家快速的考虑一下。第3个问呢，它有了一点变化。他说有这么一个点 P， 坐标是1/2到1/2。我重新把这个图画一下，这是 x 轴，点 P 的坐标是1/2到1/2，显然点 P 是在椭圆内的点这个是点 P 1/2到1/2，过点 P 并且被点 P 平分的弦所在的直线方程，求这是谓语动词，直线方程这是宾语。经过点 I 可以做无数条直线，比如说我这样做一条，我这样做一条，有没有发现点 P 不是终点，这段就短，这段就长。所以呢，经过椭圆内的点做直线，肯定被椭圆截得一段线，但是能够被 P 平分那样的线，那可不能做出来好几条，它只能唯一的做出一条。你看我目测一下，经过点 P 做了一条直线，和椭圆交于 AB 2个点 ，AB 是弦，现在 AB 这段弦恰好是以 P 为终点，也就是被点 P 平分。那么怎么求这条直线的方程呢？立刻就要想到直线方程的4种形式：点斜式、斜截式、两点式和截距式。你没有截距，截距式用不了，斜截式也用不了。要是有2个点，那马上有两点式了。可是我现在只是我这条直线上有点 P， 我只有一个点，所以我特别想找斜率不管我想找什么，我得看我有什么。接下来我要干嘛？表达终点，表达突出的几何特征，用4字来表达。你看它有多重要，这节课老师一直在强调，用4字表达它的特征，不是我看到它终点就完了，你得表示出来。所以我设点 A 的坐标 x1 y1， 设点 B 的坐标 x2 y2， 和刚才有所不同的是，我这个终点的坐标我是知道的，2x1 加 x2， 终点的坐标我是知道的，2y1 加 y2，
去一下分母，所以我就得到 x1 加 x2是等于1的 ，y1 加 y2是等于1的。我要求这条直线的方程，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斜率。那你的斜率应该是啥呀？你的斜率吧，一条直线上已经有2个点了。按道理是说呢，是纵坐标的差除以横坐标的差就是斜率。可是我上哪里去找呢？接着挖掘几何特征，点 A 在椭圆上带到椭圆方程当中，点 B 在椭圆上坐标带到椭圆方程当中，做叉点满足的方程，做叉点叉法吗？你看是不是就出现了 x1 加 x2，后边的我们就不能要了啊，我们从这儿开始。x1 加 x2是1，就剩下 x1 加 x2了，加上 y1 加 y2是1，就剩下2倍的 y1 减 y2等于0。把它移过去，2倍的 y1 减 y2就等于负的 x1 减 x2。所以把2除到右边，把它除到左边 ，y1 减 y2除以 x1 减 x2等于负号不动1/2。你是什么呀？你就是这条直线的斜率。所以直线 AB 的斜率我们就找到了。点斜是斜方程，所以直线所在的线，直线 AB 的方程为 y 减1/2等于负的1/2倍的 x 减1/2，每一项都乘以2，变成了2y 减1等于负 x 加上1/2，每一项都乘以2 ，4y 减2等于负2x 加1，写成一般式，把它们都移到左边来，2x 加4y 减3等于0，不能再划线了。那么我算到这儿，大家对点叉法的理解就深刻了。它解决什么问题？解决和弦的终点有关的问题，因为只有终点，你才能够x 等于2/x1 加 x2，2/y 等于2/y 加 y2。当给它们做叉以后，才能出现它，才能把2x、2y 都带进来。好，这就是点叉法，特别有用的一个方法，孩子们一定要掌握。